大家好呀，我是胡桃。弧形中翼作为我最强的阵容是怎样操作的呢？首先看角色的练度要求，胡桃我剑翼生命3万以上，暴击60加，爆伤150加，精通150加。重力先生就当个纯血牛吧，剑翼生命4万加。星丘飞满命充能剑翼220加，满命充能200加。武器代技礼剑或者西风剑。野兰充能剑翼200加。武器首选西风弓或者中落弓。接下来是具体操作，中力开盾剑靠，野兰素质2连，挂水并增伤，星丘开大截2踢脚。最后胡桃我上场送敌人上路啦，重击界跳跃，可以心中默数7道8次。最后趁热打铁，接一个吃饱喝饱，一路走好。这个阵容对单堪称天花板，但如果一次遇到大量客户，我还是会很累的。嘿嘿，大家继续随本堂主大杀四方吧。我倒下，有点疼，有点疼。
本期视频先说这些，要谢谢七七吗？求饶吧，微光无赦，该总攻击了，站立吧！精兵断绝深仇。刚才展示的平民优拉阵容，大家觉得如何呢？大家好，我是七七，我是僵尸，也是七七。作为无论单次伤害还是复刻周期都在凹大数字的女人，优拉无疑是备受关注的。这期视频七七会毫无保留的教会你玩优拉，全是干货，不容错过。优拉的定位是一名物理主 C， 主要伤害构成是误伤，普攻进行5段优雅的挥砍攻击，倍率非常高，为大件角色第一。被刀的时候会脸红啊！哎呦，你脸红了！普攻作为优拉的主要输出方式之一，有2点需要注意一下。第一，因为普攻第5段擒妖比较严重，所以实战追求效率一般是砍到第4段然后闪避，依此循环输出。如果不太熟练，可以多加练习，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手感。第二，众所周知，大件角色拥有很强的血刃能力，但是优拉却没有，所以优拉在面对一些比较灵活的原模的时候，很容易丢伤害。短按战绩造成冰伤，并获得1层冷酷之心被动，冷酷之心会让优拉冰硬，就是提高防御力和抗打断能力啦。短按战绩造成冰伤，并消耗掉所有冷酷之心，降低周围敌人的冰抗和物抗。每消耗1层冷酷之心，还会额外造成1次冰伤。我们可以根据优拉头顶的标记和披风来判定当前拥有多少层被动。解锁固有天赋后，若一次性消耗到2层被动，还会额外造成1次物理伤害。注意，这个伤害相当于大招伤害啊，而且倍率也与大招等级挂钩。大招尿女甩头，并召唤一个持续7秒的小宝剑，这期间优拉的所有攻击都会给小宝剑触能，最后变成这段时间内优拉获得绝对的霸体。因为优拉的大招倍率非常高，所以玩好优拉的关键就是如何让大招堆叠更多的层数。我们找到坤坤老师，开始连招教学。先战技，然后接大招。因为天赋的缘故，现在优拉是拥有2层冷酷之心的。接着普攻4段，然后长按战技取消普攻后摇，继续普攻直到大招爆炸。当然，你选择在释放大招后直接长按战技也是可以的，而且总伤害和前一套连招差不多。大家根据自己的手感来选择适当的连招。天赋加点，因为是主 C， 所以在你天赋拉到6级之前，雨露均沾全部都点一遍。点到6级之后，优先点大招，其次普攻，最后点战技。适应物的选择上，最优选是4苍白，其次2苍白2骑士，再其次就是各类混搭。主词条选择双爆头，攻击杀无伤杯；副词条双爆大于等于大攻击大于充能，充能一定要堆到120以上。不同程度的面板要求是这样的。武器的选择上，我将武器分为了4个档位。首先是最强一档，维海信喵和松赖，这2把武器差距不大，都是优拉伤害最高的武器。接着就是强力档，以狼墨、赤骨剑和天空之傲为代表。这些武器各有优缺点，比如狼墨触发被动条件苛刻，赤骨剑需要长期保持被动，天空之傲伤害低但是充能快，无攻需要绑定护盾。再往后就是中等榜，低金的赤骨剑和低金的恶王丸以及黑岩斩刀。最后就是没得选榜，血藏、咸鱼和古华。这些武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等一下，千万不要换吸灰武器，性价比非常低。配对上，在这个环境，优拉基本上分为2种配对思路。第一种是以直伤为主的守旧派，答应我，2号位一定要带罗莎莉亚。携带西风枪的罗莎莉亚给优拉充能非常猛，而且罗莎莉亚的机动性非常高，可以实现快速转火，天赋配合双兵共鸣，最多提升30%的暴击。优拉没有罗莎莉亚，就好比中美鲁西没了。七七没有你们。然后3号位带后台雷触发超导反应，最优选是雷神、雷主、北斗或者小艾米也可以。4号位选择增伤或者生存位，追求高伤害就带班尼特，追求安逸就带钟离。等一下，为什么不带米卡呢？他不是优拉的专辅吗？问得好，首先我们要知道，米卡绝对不是优拉的专辅。米卡如果要进优拉队，有以下问题：第一，产球效率，米卡15秒钟4个球，和罗莎莉亚6秒钟产3个球，效率是完全不能比的。在充能压力非常大的优拉队，米卡如果要入队，一般是换不走罗莎莉亚的。第二，增伤能力，米卡在满命之前仅能给优拉提供对于大件角色来说非常鸡肋的攻速以及最多40%的误伤。满命前的米卡增伤能力是完全比不过班尼特的。我们再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现在优拉这个大招是没有叠层的，提前切人结束大招，记住这个伤害，然后试一下米卡的增伤。这个数字是不是和刚刚一样啊？我们再来试试班尼特。这回伤害倒是变高了。这3组对比可以看到，米卡的增伤它只能对前台角色生效，如果优拉的大招提前下场是吃不到这个增伤效果的，包括米卡6命的爆伤。综上所述，米卡可以作为备选入队，但不会是首选的队友。至于优拉真正的队友，还是再等等吧。原来是这样，那七七来说，第2种配对是以混上为主的维新派，其实就是优拉当草星球的驾驶员啊。这个配对的优拉甚至最优武器是天空之鹜，其次是西风大剑，青春无极限，圣遗物甚至可以带4绝缘。实战主要通过优拉较强的单人能力撑起前台输出，以及后台源源不断的超绽放输出，算是优拉性价比最高的配对啦。但是草刑9 3个人就可以乱杀了，还带个优拉干什么？主要是带优拉玩嘛。好像也没错，这期视频是讲优拉的。那接下来再看一下优拉的命座吧。1命给优拉提升至多18秒的30%的误伤，相当于自带一个非满命的米卡，有提升但不多。2命时长按战绩的 CD 和短按相同，也就优拉单通的时候用得多。3命大招等级加3。4命对1半血以下的敌人造成的伤害增加，提升也很一般。5命战绩等级加3。6命这位更是重量级，直接让优拉成了永远不会被超过的核爆女王。但是优拉最核心的缺点，直到满命都没有解决，因为命座全是加伤害，所以我个人认为，虽然优拉命座提升非常大，但是满命的优拉同项对比其实并不算很强，仅推荐优拉真爱党以及喜欢大数字的玩家抽取。最后我用优拉经典的配对尝试打一下这期深渊，看看效果怎么样。开局先冲到水策划面前，队友开始上 buff， 草策划一爪子把班尼特打出来一个屁，优拉开大开始输出，开大的优拉是霸体，完全不虚圣海兽。水策划不停地扭着小蛮腰，把优拉挤出了班尼特的圈。还好我在大招结束前回到圈内，48万，如果刚刚点满了大招，应该能超过50万吧。雷神胸口拔刀开始充能，厘米雷神的单人伤害还是比较低的，等着策划下蛋。再上一次 buff 解决掉第一波。不开大的优拉光靠普攻真的太迟钝了。冲一下能，罗莎妮亚冲能非常快。哎呦，被撅飞了，被策划挤的视角都乱了。策划太能跑了，优拉面对这种比较灵活的原魔真的很难受。只炸到了水策划43万，这个豹子还在后面看戏。最终是1分33秒解决了上半，一般的速度吧，但这其中暴露了许多优拉的问题。第一，优拉的普攻非常的笨重，而且优拉的普攻距离比较短，在面对一些比较灵活的原魔会比较难受。第二，优拉的轴还是比较长的，而且大招耗能非常高，优拉自己产球比较少，如果你的整体练度没上去，可能会玩得比较卡手。第三是这段战斗中没有体现出来的，就是优拉这个配对的养成成本其实是比较高的。至于优拉的优点，第一，大招爆发非常高，而且优拉的整体 DPS 不算低。第二，优拉是误伤大剑，普攻伤害还算可观，收尾能力比较强。所以最后我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出平民优拉的抽取建议，目前不建议任何人以强度为目的去抽取优拉。优拉真正崛起的时候，是他真正的专辅出现的时候。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希望看过之后对你有所帮助。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以后我还会更新其他角色的攻略，大家就拭目以待吧。好了，我是77，我们下次再见。我们下次再见。